哎，最近我家大胖媳妇换工作了，去大学当老师了。我婆婆听着时候，第一个问我，她教啥呀？我说英语。我婆婆说，她儿子到现在一句哈喽不会说，这事儿学校不知道吗？自己儿子教不会，教大学去了，学校咋想的？我说这就叫桃李满天下，家中皆苦啊，皆苦。但大胖媳妇对于这份新工作那是非常兴奋，非常珍惜，但又非常紧张。她吧对教的内容不紧张，她紧张的是她知道她最有名的事儿是曾经把所有衣服都脱了挂门上常用上厕所这个事儿。她就是害怕不管啥时候学生看见她都无法从这个雪儿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影响她授课的这个严肃性。我说这样你也别紧张，我陪着你，咱去学校在各个教室门口都站一会儿，看那些课上的好的教授人咋上的。你呢细致一点观察这个教授的这个动作神态细节，然后你呢模仿外加找规律，越是细节上的东西越注意，照猫画虎8、9不离10。他正跟我那在门口观摩了很久啊。有个教授呢确实神采飞扬的，我俩都非常喜欢。我说你就找个没人的地方，你就照他练，为明天做一下彩排，你就像他这样肯定没问题。结果他呢，人家上课时候那种语言表达、动作细节精华他都没学着，人家教授上课中间5分钟前面有个蚊子，让他学着了，以为是名师授课技巧呢。哎呦我的妈！那俩孩子都非常崇拜他爸，要去学校给他爸送饭，和他爸一起吃，让我给他们的爸爸做，怕他爸在学校吃不好。我说他最多是吃不饱，孩子们都来帮忙啊。最后拿铁早达一人带了一份小的，给他爸准备了一个大的，我们就去了。到那俩孩子抱着给他爸精心准备的午餐盒，可爱奔向了爸爸。爸跟饿狼似的，接着饭一把就把小饭盒里孩子午饭倒自己饭盒里了，以为那是给他配的小咸菜呢，幸亏让我一把抢过来了。人家那是我给孩子买的光和星球光和面，你面煮好，小灌汤热一下拌里头，几分钟就能吃上，营养又方便，口味也多，汤鲜面香，菜和肉量也多，别从孩子嘴里叨食了。像你不会做饭也能上手。咋样，张大铁？大学好不好？你们牙齿还呢？怎么个事儿？别走了呢，别走了呢。呀，这不是早达拿铁吗？干啥呢？我约着呢。你俩来这儿干啥呢？我要来找爸爸。你爸在大学干啥呀？爸是老板，老板。我出差，俺家阿姨腰伤请假了，大胖媳妇带了3天孩子，你们根本想象不到她是怎么带孩子的，你们更想象不到张大铁是怎么反制他爹的。首先，他爱睡懒觉，他为了能多睡一会儿觉，告诉俩孩子，早达拿铁，咱们玩一个游戏，叫做买卖，看谁能当老板。早达呢，你就开个早餐店，最好再开个英语补课班。那张大铁开啥呢？大胖媳妇就想，正好前天我们刚又去了一趟澡堂子，也就是张大铁这个硬汉不羁灵魂的归属地。从澡堂子回来之后，张大铁又天天在幼儿园找尽各种机会给他好哥们迪兰身上抹牛奶，给人家做奶搓。大胖媳妇说，我认为儿子你就应该开澡堂，张大铁你绝对可以。俩孩子问他爸，那这个叫做买卖的游戏它是啥规则呀？他爸说，就是把咱家当成一条商业街，你俩得拉人，人来了钱就来了，把客人留住，让他们消费，这是你们的通行货币。但是千万别叫醒我，因为我一醒，我的买卖一开张，谁家都得慌。我是那种垄断型的大老板。然后俩孩子起床就开始玩游戏呀，他太有心眼了，他不是告诉俩孩子要抢生意拉客人吗？但是俺家里也没别人啊，那就他俩互相抢。那早达为了拉客，连狗都不放过。张大铁早饭也是拼桌吃的。开始吃吧，妈妈都快馋了。这给我吧，我要奶搓。这是我的饭店的，我也有店。然后铁哥的搓澡堂也开始拉客了。你不看是你搓澡的，我这个就是这个样子。会比你好啊，会比你好啊。我们现在早上9点，车早太早了，啥时候都有人说早。你先来我的英语补课班，我给你上英语课班。我是从小就学下英语呀，学下英语呀。我在出差熬夜，不敢看人家里监控，人都气老了。还好带着胶原冲光瓶，专研复配焕亮成分，搭配升级黑蜂修护科技，温和带走熬夜色沉，油皮也能干净透亮，维持饱满好状态。皮肤和生活一样，需要主动净化才能亮出无限风光。但是我告诉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哇，我是鱼尾，拿铁，你收到吗？哇，你可以给我一个牛奶。好了，马上在这里，马上怎么样？还是过来，你又说这是什么？
我也是。说着不给你啊。最近张大铁和他加拿大的亲生奶奶和姑姑们团聚了，本来是个该快乐的事儿，但是张大铁都要疯了，孩子挺难。我们最近来了一趟内蒙，开启了特种兵式旅游。因为温迪不喜欢花太多钱旅游，所以我们是报的团儿。报团呢，中午肯定就在景区吃这种旅游团餐。你们应该也了解，这种团餐就特别大一个厅，然后全都是桌子，菜不咋地，但是人永远是满的。我寻思就快吃快走，结果温迪他们刚一进来燃起来了，跟我说哦，我们碰巧遇到了一个婚礼，我们来参加婚礼了，好开心啊！旁边的桌跟温迪招手，温迪还跟人说话。哦，这难以名状的运气，这是多么幸运的一天！亲爱的，快告诉我进行到哪里了？我是不是迟到了？冲人旁边那团的导游就是一个唠啊！我说温迪，你赶紧回来，你再唠一会儿那导游带你买玉去了啊！温迪说啊，内蒙古还有玉？我说景区都有玉，都有玉。吃完饭坐缆车，拿铁被他的奶奶和姑姑们抢到了他们的缆车上。这一车就张拿铁不会说英语，无法交流，鸡兔同笼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书生和一群蛮子憋在了一起。然后下山缆车往下走的时候，远处地面上的工作人员就朝他们喊：“来，抬杆，抬杆，抬杆！”温迪也听不懂，他喊啥呢？玛丽莎说，好像是说 tiger。问咱们山上有没有虎？你扣说，可能是咱后边那个缆车里有人叫抬杆。他回头朝后边的缆车喊：“抬杆儿，抬杆儿！”给工作人员急的呀，这车马上落地了，就冲他们喊：“下！巧了，温迪不会说谢谢，他管谢谢叫下下，他以为工作人员是在客气，所以工作人员在那喊下！温迪也在那下，就差一点儿，这几个人就顺着下来的缆车又上去，好好的缆车硬做成了环线，别的游客看着都懵了，以为这景区又加了个景点呢，叫回转加拿大人，回转加拿大人。一开门还知道跟游客说谢谢，他们下缆车，拿铁抱着我说再也不跟他们坐车了。温迪哈哈大笑，开始跟拿铁解释，因为啥误会了，叽里哇啦说一堆。不说话，不说话。反正张大铁跟这几个人通血缘，但是不通语言，这个影响张大铁的沟通积极性，但是完全不影响他们。他们就是不管你听懂听不懂，就一直跟张大铁说话，一直说。大巴车、高铁上。So who are you inviting to your birthday party? 这么多年，我早就练就了屏蔽的能力。坐在高铁上用小米 Pad 6 Max 写稿，它这个14英寸大屏就是一个大，同时看几个文档都不用放大，贼方便，就跟用笔记本电脑似的。当妈以后，谁能让我边带娃边工作更容易一点，我都感激谁。Later. So what do you think? Do you look funny then? 妈，你大哥。拿铁啊，这是来自加拿大的白噪音，别听了，和妈一起看会儿这个。这平板这么老大，你看它不那么累眼。然后温迪他们不是学了一首歌叫《亚洲雄风》，你别看唱的都不准，但是被这歌洗脑了，就是一个唱，跟那个鹦鹉疯了似的，从北京唱到内蒙，给张拿铁烦坏了。不光一直唱，还一直跳，白天唱，晚上跳。我说怎么回事？这什么跳？我告诉你，他们不光今天跳，还得跳15天。机车不错，机车不错。